我的妈！今天咱要盘的这部 YY 网文神作，看完直接给我 CPU 干烧了。故事开局，咱们的男主宋云正被人从楼顶推下去，我以为是傻子悬疑片，结果好家伙，眼睛一睁一闭，他居然重生回到了公司团建的这一天。这不就是重生刘龙王的标准开局吗？而上一世把他推下楼的，就是他那个好同事陈芳。这个陈芳是个究极下头男，盗刷了宋云的银行卡，把自己包装成富二代，骗了全公司的人，最后为了掩盖罪行，直接给咱男主送去见了上帝。这一世，咱重生归来的宋云带着满级的剧本和一肚子的怒气值，决定好好陪这帮人演一出大戏。果不其然，项目刚一结束，陈芳就开始了他的表演，提议要搞出国团建，费用他全包。看他那副钱对我来说不过是数字的嚣张样，同事们瞬间化身舔狗，马屁拍得震天响。而上一世的受害者宋云，此刻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有点想笑。就在陈芳装 X 装到飞起的时候，咱男主宋云的电话响了，是他爹。我直接好家伙，这不就是典型的神豪文套路吗？老爸一个电话，先给你卡里转3000万零花钱，还特地嘱咐在公司体验生活，别太亏待自己。宋云挂了电话，云淡风轻地宣布，这次团建花不到3000万，谁也别想回来。我阴谋了，谁懂啊，家人们，这种朴实无华的父爱我也想体验一下。陈芳当场就绷不住了，他本来是把宋云当成这次提款的经验宝宝，没想到宝宝直接开大了。但他转念一想，钱越多，他能偷的就越多，于是又换上一副虚伪的笑脸，非要拉着宋云一起去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他不是想跟宋云搞好关系，他是想跟宋云的银行卡搞好关系。这时，咱的女主赵佳，也就是宋云的女朋友，闪亮登场。她端着下午茶，一副温柔贤惠的样子，但眼睛里的算计都快溢出屏幕了。上一世就是她为了一个名牌包，毫不犹豫地背叛了男主。宋云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绿茶，内心 OS： 好戏才刚刚上演。赵佳一听有免费的欧洲游，眼睛都直了，立马就答应了陈芳的邀请，还反过来数落宋云不懂事，甩脸色。我的妈，这演技，强烈建议纳入北影的 PUA 语法 PUA 实战教材。画面一转，一行人来到了机场，我以为最多就是个头等舱，没想到陈芳直接包了架私人飞机，光是飞一趟就300万。同事们下巴都快惊掉了，纷纷表示陈哥这是全球首富的节奏。陈芳表面淡定，内心估计已经在盘算怎么从宋云那3000万里把这窟窿补上了。可他左等右等，就是不见咱男主。你看给这陈芳急的上蹿下跳，比等他亲爹都着急。为啥子？因为咱宋哥就是他这次副本的唯一目标啊！没了他，这团建还有啥子意义？就在陈芳快要急出心肌梗塞的时候，宋云压着点来了。这帮同事立马开始输出，又是说他摆谱，又是嘲讽他穿地摊货。而宋云的女朋友赵佳更是重量级，直接要求宋云给陈芳道歉。我真的哭死，这舔狗当得堪称身临其境。陈芳假惺惺的出来打圆场，说要替宋云道歉。这波操作看似是拉拢人心，实则是在疯狂给宋云上 debuff， 让他成为众矢之的。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。候机室里，陈芳故技重施，借口手机没电，想拿宋云的手机植入病毒。我以为是傻子高科技黑客对决，结果这陈芳的手段就跟10年前的 QQ 空间盗号链接一样原始。然而，咱重生归来的龙王怎么可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2次？宋云直接说自己手机落安检口了，这波操作直接让陈芳的计划致命空大。计划失败，但飞机预付款得交啊！陈芳只好硬着头皮借了赵家的手机。骚操作来了，他嘴上说着转账，实际上是把赵家卡里的30万给转走了，余额直接清零到1元。我特么也惊呆了，这才是真正的神级演技。赵家当场破防，对着陈芳就是一顿输出。但陈芳是谁啊？ PUA 大师，他3言2语画了的大饼，说到了国外随便给他买。赵家瞬间就从暴怒模式切换到了舔狗模式，反手就开始疯狂补刀咱男主，说都是宋云的错。这变脸速度，川剧大师看了都得给你递根烟。到了欧洲奢侈品一条街，这帮同事跟800年没见过世面一样，冲进名表店就是一顿饿虎扑食。
陈芳大手一挥，让他们随便挑，自己也相中了一块价值500多万的镇店之宝。店员一看这架势，立马说要验资，这下可把陈芳给整不会了。装 X 装到一半，发现蓝不够了，这啷个办？他开始了他的逆天表演，第一招先发制人，对着店员一顿狂喷，说人家狗眼看人低。紧接着高潮来了，陈芳再次把主意打到宋云身上，借口要给家里打电话转钱，又想借手机。我寻思这哥们是跟手机杠上了是吧？结果咱宋哥掏出了啥子？我的妈！诺基亚，能砸核桃的那种，这简直就是给病毒软件上了个物理外挂。陈芳当场石化，表情比吃了3斤花椒还吓人。831万的账单拍在脸上，陈芳彻底 emo 了。他开始疯狂找补，先是说这些表都是假货，想忽悠大家跑路，结果被经理当场打脸，说假一赔10。眼看瞒不住了，他只好摊牌，说自己的黑卡被限额了，理由更是离谱，说是因为帮宋云找包，给工作人员小费给多了。这甩锅技术简直登峰造极，那帮没脑子的同事和拜金女友赵家居然信了，又开始围攻宋云。就在这时，经理叫来了保安，把门一堵，今天不给钱，谁也别想走。陈芳彻底没招了，怂恿赵家去闹事，想趁乱溜走。我直接一个好家伙，这赵家还真就信了，拿起一块表就往地上砸，还叫嚣着陈哥赔得起。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猪队友吗？你以为是帮他开团，其实是给对面送了个人头。果不其然，陈芳一看事情闹大了，反手就是一个背刺，店是你砸的，凭什么我替你赔钱？绝绝子，这对卧龙凤雏，我愿称之为年度最佳下头 CP。看到这里，我的头快要裂开了。小伙伴们觉得这俩谁更离谱？可以打在弹幕上让我晓得。